来看那边好多藏野驴啊，特别的肥，也不怕人。转山的旅途，转在金轮上的雪山，向着初升的太阳长出一万双翅膀，盘旋向上飞，转山从脚下到远方。这里的云，那里的云，越来越靠近山顶。尘埃又见了和大云一样的自由，在那座山里轮回聚了散了，山住在天上，旅途在转山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哇，我们的帐篷边来了好多驴啊！这驴晚上叫的可凶了，而且很难听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阿里大环线的北线当惹雍措，我前面就是当惹雍措。我们在这已经4天了，今天已经5天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睡的帐篷呢，就是用救生毯和这个透明胶依靠着这个扶梯粘出来的一个帐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帐篷坏了吗？然后我也很早就已经买新帐篷了，但是呢，那个新帐篷呢，他给我记错位置了。首先记错了另一个县城，然后又给我返回了拉萨，导致我这么久都没有帐篷。可能是明天就能拿到帐篷了吧？可能是，目前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反正是最近就是一直在这儿休息了。白天的时候我们去拍，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睡觉。因为这个帐篷是用透明胶跟这个栏杆粘到一块的，是不能拆的，就是一次性的。今天呢我们就再拍一天，明天可能就要返回县城了。怎么说呢，也让我们度过了5天的时间吧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全部都是用这个透明胶粘起来的，就围绕着这个栏杆粘起来的，像这样粘起来的，还是挺结实的。我弟和虎子呢还在里面睡觉呢，你看睡得跟啥似的，看我弟还在睡觉呢。这里面空间还挺大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挺好的。当惹雍措游客服务中心，我们就在这个下面。这个地方呢是新建的，目前还没有正式营业，就是没有人。然后呢，门也是锁着的，窗户也是锁着的，所以说是进不去的。我们就在这下面了。还得是早上的太阳呀，暖洋洋的，晒得人好舒服。中午的就不行了，太烈了，晒得头晕眼花的。现在把设备给充上电。等下我哥做点饭，我们吃完饭再出发。这是我们这几天的生活垃圾，这么多，已经打包处理好了。我们的帐篷呢，里面的装备已经收拾完了，我们决定一会儿把帐篷给拆了，因为刚刚我收到消息，我们的新帐篷已经到县城喽。我们决定今天赶路到县城拿新帐篷。吃完饭呢，我们去里面再拍点素材，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离县城有130公里左右吧，希望今天能赶到，然后拿到帐篷。这里面是我们蒸的馒头，这个馒头就是放久了就很干，给它溜一溜，给它溜一溜，好了。早上呢就吃一个青椒炒鸡蛋吧。开饭，开饭。
饭呢已经吃完了，现在我弟准备骑着车子去把我们的生活垃圾给丢到这个垃圾场里面，特别的多，4、5袋呢，都是这几天攒下来的。又过来了2个姐姐，然后让我们填一下这个什么表，就是来纳木错这边的感受啊。帐篷已经拆除了，收拾装备，出发！哇，这个路啊，好难走啊！我感觉比纳木错还要难走，还有7公里。前面那个坡呢，应该是最陡的，加油，冲上去！冲上去！我就从那个下面走到这个地方，哇，也不知道走了有多久了，30分钟了吧？哇，我弟就在上面等我，马上我就到了。哇，很喘。车子是真的不能坐2个人，太陡了这个坡，而且还是这种搓衣板路啊！当惹雍措呢，四面环山，地形呢比较闭塞，这里面的气候呢相对温暖湿润一些，因此这也是整个藏北唯一可以种植青稞还有蔬菜的地方。目前呢，大家看到的就是种植的青稞还有蔬菜之类的，或许是我们来的太早了，长得还不是很茂盛，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片了。这里面呢就是种的青稞了，长得还挺好的。这些农田呢，依靠在当惹雍措湖边，但是他们灌溉农田的时候，并不是用的湖水，而是我身边的很大的一个蓄水池。这个蓄水池呢，还是挺大的，现在好像在维修啊，那个地方在维修，但是这里面的水还是在不停的流。这个水呢，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流下来的水呢，然后拦截到这里，做成蓄水池，用来灌溉庄稼。剩下的水呢，然后流到了当惹雍措。山泉水啊，就是从那边的山上流下来的。蓄水池呢在维修，目前是存不了水，这个水呢就直接排到当惹雍措了。哇，刚才用那个山泉水洗了一下脸，好舒服啊！虽然说这边的耕地面积并不是很大，但它是整个藏北唯一可以看到种植青稞还有蔬菜的地方了。藏北高原，这里海拔4600，居然能看到农作物，也是挺让人惊叹的。我在这边呢还发现了青菜，哇！我现在说实话看到青菜好稀奇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应该是小白菜。这里呢是文布南村。很安静的一个村子。文布南村呢是有加油站的，这个就是文布南村的加油站。哦，我刚发现。我身后就是西藏第一深的湖，当惹雍措，湖水达到了230米。现在我们俩晒得黢黑啊，特别的黑，哇，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当惹雍措的湖边，
来到当惹雍措呢，可以看到湖边周围有很多像楼梯一样的阶梯，对吧？这些阶梯呢，就是当惹雍措的年轮，没错，就跟树一样，一圈一圈的有年轮。这些阶梯就是成百上千年当惹雍措水位退化形成的。这也说明了，在百千年前呢，当惹雍措和当雄措确实是一个湖，只是这么久以来水位退化之后呢，形成了目前的2个湖。这边的湖水真的是太清澈了，哇，看里面的鹅卵石，好清澈啊，这个水。这湖边的石头呢也特别的圆润，每一块石头呢都是非常的圆润。这些都是经过湖水的拍打、冲刷形成的。谷子想回去了，我们在这拍视频，可能是这个脚下的鹅卵石太烫了。谷子，你看一直蹲在我身上。回去吧，不需要你了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看东西，看车子。东西上车上，上车上，上车，谷子上车，跑快！他会上车吗？他应该啊上车了。我就知道虎子不想跟我们在这拍视频了。这边的鹅卵石特别多，我给大家堆一个玛尼堆，祝大家在2023年心想事成，然后牛了个掰！直接掰就行了，这东西好老好掰。这是我们一路走来遇到的第一个雍措。措呢是指的湖，雍措的是指最纯净、最蓝的湖。它就像是镶嵌在青藏高原的一颗绿松石，每一个雍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玛尼堆已经摆好了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前面就是当琼措了，这个方向呢就是当惹雍措，我们就是从这边来的。在很久以前呢，当琼措和当惹雍措是一个湖，水位下降之后呢，就分开了。中段呢就是这里，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，是干涸后的湖底，特别的明显。上面白白的应该就是那个盐碱化后的矿物质。我们已经到达当琼措了，下面就是当琼措。这个水呢就是这样绿绿的，中间还有一些泛黄，可能是因为水不是很深，矿物质比较多导致的吧。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当琼措的水呢不是很清澈，里面还有一些白白的结晶，岸边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这些应该就是盐碱化之后形成的吧。当琼措也可以叫做小当惹雍措，很久以前他们2个是在一起的，现在分开了，也可以称之为姊妹湖。我们拐弯。你停在这干啥？没看到注意落石吗？